嗨，大家好！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啊，天天都湿漉漉的。今天总算出了太阳了，大约这个之后的几天呢，慢慢就会恢复晴晴。这段时间我发的视频啊，都是开车出行的视频，就是在路上随便记录一下路上看到的风景。开着车四处走走啊，在下雨的天气，你坐在车里不用被雨淋，但是可以看到街上下雨的街道。那有些地方呢，甚至还会有些中暑，就是被淹的街道。看到被风雨这个吹落的这些花瓣啊，这段时间正好是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尤其是那些黄花风铃木啊、红棉木啊，还有像紫荆树这些这个季节都在开花。但是被风雨一阵肆虐以后呢，有些花呢就扛不住了啊，尤其是那种黄花风铃木，开的时候盛极时一片黄色，但是一阵风雨过后啊，再加上它的花期本来比较短，就洒落一地，再过几天呢，恐怕就销声匿迹了。但是高大的红棉树的这些红棉花啊，就还是有很多继续绽放在枝头。当然了，最近也是逃不过零落的这个时候。那不管怎么说呢，你坐在车窗里面看风景啊，就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里外两重天。就你可以在车窗里面看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但是你的内心呢波澜不惊，因为这个风雨怎么也吹不到下不到你的车里面来。就有时候想想，下雨天开着车出行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放松心情的休息啊。反正我是这么觉得，所以呢，也是出于无奈就没法出去骑行，那就开着车到处走走，同样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风景。这几天下雨气温呢还是有所下降你看今天现在出门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大概18、19度。那我想着骑回车应该等一会儿会有点热吧，但现在刚开始骑行身上还是有些凉意。所以我姑且在村里围着几幅湖先骑上一圈再说。天气好了我看湖边活动的人又多了起来，放音乐的、跳舞的、打球的就聚集在一起，就是呈现着一派这种休闲的状态。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骑车了，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轮胎都没气了。刚刚打出去以后看在村里适应性的骑行一下
你看啊，这个右侧的这一片三角梅啊，开得非常茂盛啊，都差不多垂到了这个车顶了。日子过得比较平淡啊，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要跟大家汇报的。我想只要是中国人啊，都刚刚过完马年的新年，前2天刚刚过完元宵节，一般过了元宵呢，就正式的春节假期结束。虽然有些人早早已经上班了，但不管怎么说，又是一年过去了。那一切呢又归于平常。我觉得普通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啊？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打一天工，挣一天的钱，就是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略有介于呢，那就周末节假日到处走走，或者给自己买几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在自己身上不断的投资，来增强自己的生产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有更好的能力，有更好的效率了。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圆圈里面啊，就形成一种闭环，不断的转圈。但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需要吧，就大部分人都是被这种需要所驱使。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呢，那这个是不是最佳的啊？这个就不好说。所以人生呢，应该是各种各样啊，每个人各有不同。那最终极的目标呢，就是你以自己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啊，也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人生的体验，来得到各种娱乐啊，或者说让自己在短暂的人生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更多的新鲜感，体验各种各样有趣的事。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普通人的一种目的吧。但是也有这种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的人，他们追求的是更大的格局，就是怎么去改变这个世界，来率领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创造历史。那我觉得这又是人类这个社会啊，就是人这么一个群体，他确实通过自己的心情牺牲，那当然也包括委屈、压抑啊等等，最终就是共同推动着这个社会的进步。但是虽然不断的科技的创新，不断的有了更伟大的发明，但是人类的社会这种形态啊，是不是更优化，或者更能够对其普通人的这种更悠闲的生活、舒适的状态，那我看也未必啊。其实最终让普通老百姓变得压力更大，因为他必须要产生更多，甚至达到接近自己的极限啊，才能够
这个聚少成多，来推动这个社会的某种提升。那主要当然是物质上的、经济上的，但是最终这些老百姓他们真的快乐了吗？真的他们可以说干个1天2天就可以休息个4、5天吗？显然是不能的啊！甚至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抱怨说职场这个 PUA 越来越严重，而且这个社会的现实也不允许大家偷懒啊，不得不以更惨烈的竞争来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自己的饭碗，从而呢能够让自己在职场上面能够被留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内心的这种焦虑的。她老公规定了吗？所以这个社会是不是生活的越来越好了，真的很难说。当然了，那一小撮的人能够驱动别人，能够站在社会的顶端，能够视金钱如粪土，因为他的金钱实在太多了。所以呢，只能说啊，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科技提升了社会发展这样的效率啊。那同时呢，确实在物质上面也让这个世界某一部分人感到更加的富裕。但是那些真正创造劳动价值的人，他们大部分人还都只是在温饱阶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今天呢，就趁着以后天晴的第一天，也不想到外面去了，就在村里健身骑行一下，适应性的骑一下。顺便呢，也趁这个机会可以胡说八道，过口瘾嘛，随意的胡说八道，做一番骑行慢聊。这坡下面其实很大，如果你骑着车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没有个半个小时骑下来，你要围着村里转一圈，那少说也是要个把小时。所以每次骑行呢，也都只能适可而止，转一个圈就回来，就基本上达到一个锻炼身体的目的就好。而不是呢面面俱到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去转一转。现在我的右侧是棕榈园这个花园，这个花园呢，今天这个草坪啊，在太阳的照耀底下，熠熠发光。一个屋村里面有那么大的一片绿地，或者说有很多个公园啊，我觉得是村民们的一种幸运。但是呢，祈福新村并不是绿化搞得最好的地方。昨天我开车去到差不多清远的地方，那边有一个美林湖社区，当然以前也做很多次，跟大家也做过分享。那个小区呢，真的看上去就完全是生活在那种类似于欧美这样的环境之中，就一间一间的都是那种独立的小别墅，那门前还有这个马路啊，两边都是非常茂密的森林，要不就是绿地。
非常漂亮。我昨天也拍了一段视频分享给大家。而且呢，它所住的地方吧，就是人口相对比较少、土地比较多的清远和花都地区。所以昨天在花都的次尼乡下那些小路上开车，就看到外面真的自然的环境非常之好，就总觉得人应该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才对的。但很不幸，大家都生活在没有什么太多绿化的城区，都在那种实时住宅大楼、商业大楼之间，非常的压抑的生活着。因为呢，大家都必须要到市中心，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的。那真正的这些能够留在市中心里面生活的人呢，更是有限啊，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所以呢，大部分人他还不得不通过自己开车、搭地铁等其他交通工具，就一大早的进城打工、上班。下了班以后呢，又是在这种交通的高峰期回家，就每天如果都是如此，真的是疲于奔命啊，非常辛苦。但是大家为了自己的收入啊，就可能都忘了这种痛苦和疲劳，因为每个月在他得到一份人工的时候，甚至还会感到欣慰的。毕竟生活可以持续，家里的开销可以负担，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也是一种付出和回报啊。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天福居啊，但是今天呢，我并没有想要去到外面去，就围着这个天福居骑一圈。最近呢，政府一直在号召大家要消费，以消费呢来支持经济啊。当然，各个地方呢也是配合这样的口号，比方说商家会有很多促销，那也有一些通过降价、打折等等这些手段来让大家尽可能的多花钱。但是效果好像并不怎么样吧。我们听到的是很多的这些商业，特别是一些老牌的，无论是超市还是酒楼等等吧，都慢慢在关闭。想都可以想到，就是入不敷出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是让谁去消费啊？是让社会大众吗？让那些赚了钱只能够维持他们温饱的这个群体吗？还是说手里有几套房，还有很多投资产品的，虽然从人群上来讲是少数，但是他们的消费力其实远超大部分的人。可是现在手上有物业、有投资的人啊，基本上来讲都是变成了负的增长。就以我们祈福这个地方为例啊，虽然处于比较偏远的地方，但现在我觉得这里的二手的房价大概只有高峰期的50%不到了，就跌了50%，甚至可能还会再跌。
所以这些人呢，虽然说有很多人贷款已经还完了，但是缺乏这种投资带来正面的现金流，或者是对长远投资回报的一种乐观，那我相信大家肯定就是死扛，要不呢就是尽可能的少消费，以对冲看不清的预期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消费不振啊，很多商家倒闭或者缩减规模、裁员等等，那是自然而然的。但另外一方面，国有的房地产公司却以创新高的地面价在拉地，而他们的业绩呢，往往一个又一个的暴雷，或者说基本上都是不赚钱的状态啊。就人家就要问，那这个钱到底去了哪里了？那是去到了那些相关的团体或者这个系统里面在流转，还是说实实在在落到某些人他们产生的盈利呢？显然并不是。所以这个钱只是在一种体系里面转圈，反正这些投入啊，也都是从国有的银行里面贷款，所以贵上几百亿又如何？最后呢，内部一个转手啊，把楼是建起来了，但是虚高的这个楼价，大家还是吃不消，最后很多都困在那里。然后国家又会说，政府会来回收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然后根据需要啊，再分配或者廉价的租给有需要的老百姓。那就使得那些老百姓啊，他就不需要努力，他就等着国家的施舍，等着国家分配房子给他，追求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对于真正创造社会价值的那个群体啊，那些人又会如何做想呢？所以到最后大家都躺平了事。我已经好久没来老区这边穿行了，这就是切夫当年比较早期的开发，都是一种矮层的连体的房子。像这些比较老旧的房子，虽然说跟现在新的房子来比较的话呢，就很多房子的这个装修啊，都已经有点残旧了。但是如果你用心把这房间里面稍微修好一点的话，其实还是非常舒适的。因为它毕竟来讲呢是独门独户，门前还有个小院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老百姓他们有些人喜欢追求的这种互不打扰的房子吧。而且现在啊，正好是处于一个房子比较低价的时候，我觉得有需要的人应该是利用这样的好的机会，置换找一套自己相对比较合适的房子。我觉得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祈福英语学校的后门这条街上。好了，今天呢就仅仅在村里骑行，难得的下了一个多礼拜雨之后的一个晴天啊。如果之后连续是晴天呢，我们还会经常到外面去骑行。那今天就分享到此，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